上一集和毕老师聊到，他回到瑞典，好不容易从抑郁症的阴影中走出来，开始指导大家冥想，也遇到了未来的妻子。和所有恋爱的人一样，我和他之间有甜蜜，偶尔也有些冲突，但我们都意识到，争执谁对谁错是徒劳无益的。之后，我们决定结婚。当时，我请求允许在他的婚戒上刻上一句话。珠宝商听了我的要求之后，笑说：“这是他知道的最不浪漫的话了。”这句话是：“这也会过去的。”大实话，但人们还是更喜欢听山盟海誓的谎言。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是的，其实我们都很清楚，一切都会结束的。在这个新组建的家庭里，我开始了新的家庭生活，同时继续指导冥想和演讲。这和我出家前的生活不同，也和出家的生活不同。在这三段不同的生活中，我最喜欢我现在的生活。平凡又平静的普通人的生活。是的，平凡又平静，很美。2018年6月，当时我在父母家里，爸爸要跟我谈谈。儿子，我得了慢性阻塞性肺病，时间不多了。我当时愣了一会儿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因为他当时已经84了。于是我说：“你不虚此生了。”我就知道你懂的。对了，我不想在医院里痛苦的死去，我想在这病把我折磨死之前，痛痛快快的结束生命。当我还是僧人时，因为戒律，我不能支持这样的想法。僧人不能以任何方式鼓励他人自我了断。但这时，我同意了。安乐死？是的。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，生活里这样的问题你回避不得。死亡是每个人无处可躲的问题，特别是当面对晚期慢性疾病时，身心充满痛苦。是不是安乐死？能不能安乐死？这又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。是的，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是吸烟导致的吗？是的，我爸常年吸烟，这种病会一直咳嗽，呼吸困难。到了他晚年的时候，就非常痛苦了，而且药物的作用已经不大。我爸也是因常年吸烟导致肺癌去世的，我亲眼目睹了这种痛苦。年轻时壮如黑李逵，被疾病折磨的60刚过就骨瘦如柴，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但在中国，主动安乐死是非法的，我们没有这个选项。应该说，目前在绝大多数国家，这都是非法的。我们最多允许被动安乐死，也就是不过度治疗，通常称为拔管。我跟家人也说了，当我未来只能靠医疗器械才能维持生命的时候，不要过度治疗，跟医生说拔了。我更希望干脆一点。安乐死在瑞典也是非法的，所以我们去了瑞士。还是要澄清一下，其实瑞士也不允许安乐死，但他们允许协助结束生命。所谓的协助结束生命，就是给病人注射毒药，最后得病人自己动手打开开关，但有严格的限制，比如申请人必须神志清醒，自主决定，不受外界强迫，必须由申请人亲自执行结束生命的行为。申请人必须患有绝症，有无法忍受的痛苦。另外，瑞士也接受遭受精神痛苦的人申请，但要求申请人在瑞士有合法居留证，而且瑞士的这些组织必须是非盈利性的。一旦是盈利性的，很容易就成了谋杀。现实当中有些是灰色的，也的确有这方面的争议。去年10月，沙白女士也去了瑞士结束了她的生命，引发了很大争议。我个人尊重她的决定，只是她的红斑狼疮并不是绝症。我也看了一些病友的反馈，知道这种病很痛苦，但我不认为她的行为值得提倡。死亡是瞬间的，医生离开了房间，一切如此庄严。我们合上爸爸的眼睛，妈妈抚平他的眉毛，我们还隔着被子拍拍他。一切都结束了。之后，我独自留了下来，点燃一根蜡烛，为爸爸诵经祝福。之后，我开始冥想，专注引导爸爸到另外一个世界。我们也是全家陪在爸爸身边，看了他断了最后一口气。我爸也不太相信后事，但也不是全不信。
这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情况，或者可以说是全球1半多人的情况。所以临终时，他们容易困惑、留恋、恐惧。在临终的时候，家人陪伴在身边，这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。是的，送走了爸爸之后，我也该面对自己的问题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每天晚上我要艰难的入睡，又经常半夜醒来，但又很难再次入睡。我一直在跑步，但我注意到身体不像以前那样有力气。而且，有一天，我发现我已经无法再做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了。如果只是1-2天，那没问题；如果是长时间的状态，那就说明肌肉在衰退。是的，我去医院做了检查，检查非常复杂，要用针刺穿我的舌头，反复在身体不同部位进行几百次电刺激。随着一次次检查，我也在网上查了相应的信息，我心里很清楚，情况很严重。2018年9月11日，我爸去世后3个月，医生跟我说，所有的迹象都说明我得的是渐冻症。渐冻症和霍金同样的病？是的，这种病会导致肌肉萎缩，最后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。到目前为止，这还是绝症。还能活多久呢？通常是3到5年，但我的病情很严重，医生说可能只有1到5年。在当时，我尽可能保持平静，但也非常绝望和震惊。离开诊室之后，我开始哭泣。我和妻子约定，不管结果是什么，都要面对面直接沟通，而不是打电话。所以一路上，我只是和几位朋友通了电话。我注意到悲伤一波波的袭来，我原以为可以和妻子一起老去，也期待子孙满堂，看着他们长大，但这些都不可能了。我如火山爆发般的痛哭。但一路上和朋友们通过电话之后，我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。这就像从悲伤的世界突然进入到平静的世界。理智的声音在说，虽然我这一生结束比我希望的要早很多，但我问心无愧，我没有做过任何不可饶恕的或者深感后悔的事情，没有造下沉重的业力需要承担。我这一生过了3段不同的生活，就像一辈子过了3辈子，值了。当我要舍去这个臭皮囊时，我可以坦然面对死亡。我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，会无忧的面对死亡。放心吧。恭喜你，这就是我们每天都要练习的念死无常。念死无常是世尊特别强调的修法。别看这个简单，比那些看起来高大上的高法大法要高明得多。谁练谁知道。是的，这个很有用。我回到家，和妻子四目相对，不用语言，一切都明白了。我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开始的几天，2个人时不时在哭泣。就这样，一直到第3天，我们的情绪才舒缓了一些。果然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们都不接受医生的预测是100%确定的，还是希望会发生奇迹。不管如何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这时候，对我最有帮助的是17年的出家训练，让我能不再沉溺于灾难性的念头中。我反而有个强烈的感觉，即使只剩下很短暂的时间，我也想要好好活。当看到生命的短暂时，才会有怒放的生命。念死无常也让我每天都有方向感，充满了活力。是的，虽然我的肌肉在快速萎缩，但我尽可能让生活正常化。我不想让自己在剩下的日子里贴上病人的标签，苟延残喘。我做的最勇敢的事情是在确诊1年之后，开始全国巡回演说，主题是通往自由之钥。我想提醒全世界，甚至我自己，我还在这里，我还活得好好的，生活就在此时此地。这非常值得点赞、转发、关注。原来我们的计划是走访几个城市，但最后我们一共去了40个城市，有2万多人愿意聆听我的演讲，这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。我的演讲没有草稿，我也无法做出很多肢体语言，没有 PPT， 没有刺激的视听效果，甚至没有明确的规划，只是有我满满的诚意和临场发挥。在追求视听效果的今天，您这样的确是标新立异。是的，而且反响很好。随着渐冻症的蔓延，慢慢的，我不再能跑步、骑自行车。我独自外出越来越艰难。我需要请酒店的清洁人员帮我扣衣服和裤子的纽扣，要请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帮忙插卡和取卡。走路需要人搀扶，我甚至拉不动行李箱。我开始习惯
需要别人帮忙剪指甲、绑鞋带、开门、打开瓶盖、包香蕉皮、挤牙膏，还有其他上千件事。2年之内，我失去了20公斤的肌肉。之后，连从沙发站起身来，甚至只是喝一杯茶，对我都是一件困难的事。我需要越来越多实际的帮助，同时我也发现，大多数人都乐于助我一臂之力。之后，我得了2次严重的肺炎，呼吸非常急促，在救护车里，在救护飞机上，我都心想，这就是结局吗？其实，从来就没有谁承诺过，我就一定能长命百岁。就像树叶，有的要枯萎或者变色才掉落，而有些叶子在翠绿的时候就会掉落。在我所在的泰国寺院的禅堂里，有一个白骨架摆在玻璃柜里。这个骨架的太阳穴有个洞，因为它的主人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，并且要求把遗体留给寺院。这太少见了，你们竟然在禅堂里摆放了真实的白骨架，我只有白骨架的模型。禅堂里不仅有白骨架，还有近50个大罐子，里面装着不同信徒的骨头和骨灰，这些都在提醒我们，人终有一死。念死无常就是这样，不过这样的风格估计在大多数国家都会被排斥。在中国，绝大多数寺庙都装饰了金碧辉煌，好提醒信众多多捐款。骨灰盒通常集中放到极乐宫，经常做法事超度，这也都成了赚钱的好手段。在泰国，普通的寺院也有这些事情，森林派的寺院会更淳朴一些。有时我还会在正在火化的遗体边上待上一整夜，在冥想中观照无常。这些冥想总能平息我的不安和焦虑。当渐冻症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，我也犹豫要不要去瑞士结束生命。你也想安乐死？世尊教导我们慈悲喜舍四无量心，慈悲是给予他人快乐，帮助他人从痛苦中救济出来；喜是随喜别人的快乐和成就；舍是平等心，不分别。慈悲喜舍也包括对自己慈悲喜舍。如果对自己都无法慈悲，当然就更谈不上对别人慈悲。原来我经常会陷在对自己无休止的批评指责中，现在这些声音慢慢的减少和消失了。我也时常练习倾听身体的需要，越来越觉得不想拖着这一天天越发沉重的身体。明白您的意思。2020年，瑞典也开始新冠大流行，我脆弱的身体抵抗不了太大的风吹草动，生命随时可能走到尽头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对我来说，讨好别人已经不重要了，我更专注在当下，更专注在最亲近的人身上，成为自己的朋友，倾听自己的声音。在面对自己时，多一些幽默感，多一些耐心。即便采用了最新最复杂的医疗计划，即便在放疗、化疗、手术，即便是最出名的医生、最有钱的富翁，难道他们不会死吗？都会死的。主流文化总把死亡看成是一个非要打败不可的敌人，但我不认为死亡就是终结。当我临近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请不要为我奋战，请帮助我放手。我想谢谢这个身体。身体啊，谢谢你，每一天都竭尽全力。你现在正在打一场苦仗，我懂。你是我的英雄。我保证，一旦你又有一个动作做不来，我绝对不会生你的气。我保证，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好聆听你的声音。我保证，不会向你索取超出你的能力和没有意愿的事。对不起，我以前总是这么做。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我承诺，如果你撑不下去时，我不会勉强你。2020年，在朋友们的帮助下，我出版了瑞典语的《我可能错了》。2021年，这是我举办的60岁生日派对和告别仪式。当时我已经非常虚弱了，当我不想呼吸、不想动、不想吃东西的时候，就是我该走的时候了。再见了，各位。2022年1月17日，毕老师在亲人的陪伴下，在瑞士平静地睡着了，享年60岁。2022年2月，我可能错了，英文版发行。2024年9月，中文版发行。愿毕老师在新的旅途中开心，也谢谢毕老师以他一生的经历送给我们的精神财富。感恩老师，感恩各位阿罗汉，感恩大家花时间听法思维。愿大家都能直面生活的无常，接受无常。有问题到星球，我有问必答。
欢迎大家关注公号你好阿涵，只跟你说不忽悠，可实践的正面冥想，可以解忧，唯有阿涵。欢迎点亮转发关注充电，欢迎加入频道会员，把视频传播给更多的人，会让您平安吉祥，一切顺利。谢谢。